这个老者号称飞刀追魂，一手飞刀绝技百发百中，目光所及之处无人可逃。可惜身怀绝技却从未行侠仗义。老者名为焦雷，创建匪帮青龙寨，笑聚山林，性情暴戾，最好屠人满门。凭借着令人闻风丧胆的飞刀，江湖中人不管武功高低，大多都不愿招惹这等凶徒。但凡事总有例外。焦雷的儿子也完美继承了他的恶性，常常光天化日之下奸杀妇女。这次却碰见了一位女侠于英，于英仗剑就要为民除害。别看焦雷儿子浑身恶习，飞刀绝技却颇得真传。可都说色字头上一把刀，焦雷儿子一时色欲熏心，就被捅了腰子，随即便在于英剑下伏诛。这下无异于捅破了天。得知儿子身死，焦雷召集手下倾巢而出，追杀于家满门。于英之父乾坤见于远一时不察，身中飞刀，只能带着全家老小四处奔逃。焦雷一路追踪，得知于远一家曾在宋氏镖局留宿，向来心狠手辣的他直接就要将镖局灭门。青龙寨本就人多势众，还有焦雷在一旁寻机点射，宋氏父子虽奋力抵抗，却还是死在他神乎其神的飞刀之下。焦雷还不满足，抓来镖局仆从家眷，故意放走，再以飞刀将其残忍射杀取乐。正要随手将一名带着婴儿的妇人射杀时，被一位青年挡下。低眉一看，正是对方的飞刀。眼见这青年侠客路见不平，焦雷嗤笑不已，在自己面前耍飞刀，岂不是班门弄斧？哪知下一刻甩出的飞刀竟被青年轻易挡下。焦雷还不信邪，青年扯下遮挡，腰间尽是飞刀，眼看数量上比不过，焦雷收起飞刀，果断认怂。青年也不纠缠，纵马离去。可睚眦必报的焦雷怎肯咽下口气，指使手下追杀而去。手下见到青年身影，指挥弓箭手一轮齐射，待上前查看时，却被飞刀毙命。原是青年早已察觉，利用衣衫伪装，将来犯之人斩杀。青年名叫杨青，自小浪荡江湖，自学成才，练就一身飞刀绝技，行事向来全凭好恶。而另一边，逃命的于远一家被酒馆范掌柜收留。这范掌柜也是一位隐士高人，为伤重的于远把脉问诊一番，写下药方，命徒弟老三外出买药。然而青龙寨四虎寻迹追来，不顾范掌柜竭力阻拦，就要强行搜查捉拿。幸而杨青同样到此饮酒，看不顺眼，丢出飞刀以作震慑。见四虎有所忌惮，暂且落座，客房里的几人这才松了口气。未料等老三买药归来，却与四虎撞了个照面。这下四人确定于远一家就躲在酒馆。四虎中的老大让其中一人报信，剩余三人追击而去。客房中几人知晓师弟独木难支，只留下小师弟看守于远。虽成功将两虎解决，可老大诡计多端，趁机潜入客房就要痛下杀手。幸亏杨青再度仗义出手，这才为几人免去一劫。与此同时，于英被增援而来的青龙寨匪人围住，杨青恰好赶来看热闹，许是要在身旁姑娘面前显摆一番，指使姑娘从地上捡来石子，随意击射，指哪打哪，帮助于英轻松解决来犯之敌。于英心高气傲，不愿领情，更看不惯杨青浪荡不羁的做派，以至于拔剑相向。还是赶来的老二稳重拦住几人，出言感谢，意图结交。杨青一向独来独往，直接拒绝，令得于英更不服气，取回自己的长剑，扭头离去。隔日，杨青自破庙中醒来，刚好望见远处青龙寨人马，焦雷带人亲自追查而来，手下却身中暗器，立时毙命。原是恶霸索命无鬼，打算黑吃黑。焦雷丢出飞刀，一人挡住，一人身死，随即又是2把飞刀射杀2人。可他本身有个毛病，出门在外只带4把飞刀，没了飞刀的焦雷立时成了纸老虎。而此时杨青赶到，率性而为的他直接丢出2把飞刀，焦雷借此将五鬼全灭，顿时对杨青另眼相看，意图招揽。但杨青志不在此，果断拒绝。酒馆这边眼看青龙寨即将追来，几人决定将小师弟送往老旧处避难。老二与老三顺着小路护送，却不想还是在岔路口碰见匪人。老三留下断后，终究是寡不敌众，力竭而亡。
老二带着小师弟欲在破庙歇脚，不想开门一望，正是焦雷等一众匪人，很快又中一刀倒地不起。小师弟则被匪人制住，焦雷想用他做诱饵，引于远前来送死。然而老二还留有余命，踉踉跄跄回到酒馆，告诉剩余二人小师弟被劫，而他们的武功俱是敌不过焦雷，唯有杨青才能与之抗衡。此番话语刚好被杨青听见，他虽爱管闲事，但出手与否只看心情，哪怕老二临死前苦求也不为所动。于英见状愤然恶语相向，杨青随即一改口风，想让他出手可以，但条件是要和于英一夜风流。于英气急，当场甩出一记耳光，可看着伤重的父亲询问小师弟，终究还是答应了杨青的要求。杨青也不废话，纵马赶往破庙，趁着匪人松懈之际，悄然为小师弟松绑。哪知无意间发出声响，惊动匪人。眼见匪人群起而来，杨青拍马让小师弟先行逃走，自己则留下断后。焦雷见他腰间飞刀耗尽，顿时有了底气，射出飞刀击中杨青，接着连发3刀刺穿杨青四肢。念在先前的救命之恩，焦雷暂且留他一命。等到天亮时分，小师弟赶回客栈，请求众人救回杨青，老大却置之不理，招呼几人离开。见到这般讽刺的场面，范掌柜直言杨青数次出手相助，几人却因一句玩笑，唯恐避之不及。既然他们不去，那就自己去救。于英闻言颇为惭愧，当即跟着范掌柜前去相救。与此同时，杨青奋力解决留下的看守，一路爬行艰难离开。等到于英二人赶来，只见到了昏迷的杨青。之后于英与老大等人会合，带着伤重的杨青投奔老舅。而范掌柜回到酒馆，遭到青龙寨匪人埋伏。范掌柜坦然准备赴死，焦雷却打算用他的性命逼迫于远前来。而于英一直悉心照料杨青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逐渐生出情愫。老舅听闻此事，觉得杨青不过是趁人之危，拿出钱财让他离开，却没料到于英动了真情，见杨青落寞离去，决意跟着他一同离开。杨青感慨自己漂泊江湖，孤苦伶仃，以致性情亦正亦邪，从未相信过他人，不想今日竟得到了家人垂青。往后10日，在于英的精心照料下，杨青已然痊愈大半。可与此同时，焦雷也广发江湖告示，让于远前来救人。于英不得已离开杨青。隔日，于英等人赶到酒馆应战，焦雷不讲武德，命手下一拥而上，混战中还不忘射出2把飞刀，解决老大2人。于远见众人尽数身死，只好强撑出战。可伤势未愈的他功力不及，被焦雷射出飞刀打落长剑。焦雷拿出飞刀得意洋洋，却被突然出现的杨青喝止，径直挡在于远妇女身前。见他手缠不调，焦雷放下心来，最后一柄飞刀直插对方胸口。哪知杨青伤势为假，轻松接下。这下没了飞刀的焦雷彻底慌神。等杨青解决杂兵，焦雷以范掌柜威胁他放下武器，正欲捡起飞刀时，被杨青射出飞刀刺穿双臂，接着又出双刀贯穿其双腿，最后再以2柄飞刀了结焦雷性命。此件事了，杨青决意离去。他是浪子，注定漂泊一生。但若有天厌倦风尘，依然还会有一个女子痴痴等待着他归来。